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来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退役中将帅化明。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和平。政大外交系教授吴崇涵。翟轩好，大家好。好。现在美国针对了川普现在对等关税啊，已经展开了法院战了，就法律战了。2个法院杠上了川普。5月28号的时候是美国国际贸易法院的裁决哦，那就说10天内必须要取消这样的对等关税。那白宫上诉联邦上诉法院呐，那5月29号美国联邦上诉法院就暂停了先前这个国际法院贸易法院的裁决。那5月29号，联邦法院又同日裁定川普违法哦，所以这个算是川普关税政策2度败诉。那这个第2家联邦法院裁定了川普的紧急关税措施是违法的。这项裁决出炉时间距离第1家法院的裁定还不到24小时时间哦，所以他们现在内部乱得不得了啊。那我们看到了这个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克鲁曼，他说川普的玩法栽跟头了，这个国王的关税新衣被法院剥光吗？他提到了联邦法官封杀了川普对于中国以及其他国家重科的关税，判定他颁布这些关税属于严重滥权。那这项判决也是对于川普重塑美国对外贸易的一项重大打击哦，可能为不久后的法律战来进行铺路。那所以我们看看现在这个白宫这边已经提到了要决心上诉到最高法院哦，也认为政府会取得胜诉，美国也将会与其他的国家继续贸易谈判，所以白宫没有要退哦。那米勒呢，他也说这个司法政变失控啊，所以看起来白宫跟这个美国的现在司法单位哦，真的是正面杠上啊。那高盛就讲说，现在恐怕不见得美国法院挡得下来哦。高盛的分析师认为，美国法院尝试要阻挡川普的解放日的这个裁决，恐怕只是一个暂时性的阻碍，因为川普这个人啊，哎呀，你能控制他吗？他还会有法宝的哦，还会有其他的方式来苛征其他的关税的，所以这一场仗还有的打。他们自己内部也还有的角力啊。那但是呢，美国的经济经得起这样子的反反复复吗？经得起川普突发奇想就来个关税，然后重伤自己吗？现在美国第1季的 GDP 下滑了0.2%，也创下3年来的首见哦，等于说。换成白话文，贸易战就已经是拖累了美国的经济了。那现在川普要找人出气啊，又把鲍尔召见了。5月29号召见了这个联准会主席鲍尔，还当面又呛他，讲说：“哎呀，你错了呀，你应该要赶快做一些处理哦。”这也是川普重返白宫之后第1次跟鲍尔的见面。那目前美债呢，就债市来说，好不容易才从4月份这种关税战里面啊。当时就是这个市场上非常大的这种信心压力啊，好不容易逐步回稳了，但是呢，现在穆迪又宣布要调降美国的信用评级，那现在公债拍卖的结果是乏人问津哦，所以美国政府这个头脑可能要这个宕机了，现在该怎么样推动新的减税法案来这个抵消这个引爆接下来长天期的债券利率的全面窜升呢？现在恐怕伤透脑筋啊。那还有这个高盛的总裁，他也示警了。这个沃德伦他提到了，债券市场正在关注从这个关税争端转向这个美国日益攀升的政府债务哦。当前宏观经济最大的风险并非是关税，而是美国预算辩论以及财政状况啊。所以感觉你好像野火燎原哦，就是美国的经济处处都已经出现了一些警示的讯号。那再来这个中美的谈判呢，在5月中的时候看起来好像出现了转机，现在是暂时停战嘛。那这个贝森特就提到了，他说现在看起来略显停滞。那这个到底要怎么样突破僵局呢？还有待这个川普跟习近平亲自介入啊。那他说，许多贸易伙伴都是带着善意来谈哦，正努力在90天暂缓关税期间达成协议，但是呢，并未看见他们，就是只说中方在过去48小时之内出现什么转变啊？但基于对于中国谈判的广度和复杂性，他认为
两国的领导人有必要亲自来参与。然后再来中国大陆看到了现在不是美国的这个国际贸易法庭要喊卡这个川普的关税的事情嘛？中国大陆也表达了一个态度就说贸易战其实是没有赢家，美国应该是要彻底取消这样单边加征关税的一个错误做法。那尽管说现在关税恐怕会让这个中国大陆的产品不断的上涨，就是外销的价格会上涨，但是大家发现泡泡玛特的这个商品还是在欧美就是现在的抢购热潮这个不减反增新一波的这个拉布布在英国上市的时候呢，英国的消费者还为此大打出手我们看到这个是英国伦敦的斯特拉特福韦斯特这个购物中心甚至爆发了斗殴事件那主要就是新一代彩色拉布布，就第3代拉布布在英国开始销售，大家是大排长龙漏夜排队结果后来可能是因为这个排队出现了一些状况导致两个消费者大打出手，因此呢，现在计划相关产品要从英国下架。那去查了一下才知道，拉布布其实在全球都抢疯了。那欧洲呢，几乎都是通宵在排队在抢。那主要就是比方你看到像是这个 Lisa， 这个 Blackpink 的 Lisa， 然后 Blackpink 的 Rosé都是这种世界级的顶级的这种 K-pop 也好，或者是像美国的一些知名的歌手也都很喜欢拉布布，所以才带起了这样的一个全球风潮，也算是在这一波关税战里面意外没有受到影响，反而更破圈的商品。那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亮哥，这个联邦国际贸易法院他一审之后，就白宫10天内可以上诉，那白宫立即上诉，那上诉之后，一审判决就暂停了。那就是这个官司，我认为白宫是认为，如果上诉没有赢，就继续打到最高法院因为最高法院大法官是6-3嘛，那上诉法院也很可能就赢了啦。我认为这个没有用因为美国的历史在这个尤其是贸易啦。这种基本上上诉法院基本上可能就会判白宫赢了，所以我认为这一招是没有用的事实上，真正到最后能够有用的，就是川普自己撞到墙了，是这样，没有别的方法了。因为你即使国会有部分的共和党的人叛变，川普也可以否决那他可以用1/3统治你有什么办法？所以我觉得最后就是一定要美国自己血流成河啦，这个没有别的招啦。那目前看起来中国大陆立场还是很硬因为美国最近做了几个动作，让中国大陆非常不以为然，都是科技战的，就明明现在要谈贸易，你还在搞科技战比如说华为的这个升腾910 CDE。那禁止其他国家购买那不然要发2级制裁那中国大陆就发动外国制裁法嘛，说你如果制裁我，我也制裁你都很硬那第二个就是对美国的本来可以卖，比如说 EDA，本来是有禁华为嘛，对，现在全面禁，我认为美国如果要这样玩。那我难以想象中国会让美国了比如说我举例最近就有那个丙烷嘛，丙烷本来美国出口到中国占相当的比重那中国大陆在后来关税给他加15%结果美国货没有办法竞争那中国大陆也不管你，这个事上可以谈中国不跟他谈，说我丙烷可以帮你降税。没有，中国决定跑去跟阿拉伯的4个国家买，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就看出中国没有要，就是你刚刚念的那个就是中国的立场嘛，对，就是你推到原点了，我认为中国大陆还是很硬，我认为从丙烷这件事就看出来，因为这件事对中国大陆来讲，其实他很容易让步，他拒绝，他说我会跟这个4个
这个阿拉伯半岛的国家来买不然呢也考虑还有一个国家啦，就是不跟美国买，所以我觉得你如果从这种迹象，那贝森特那个叫自言自语啦，他说哎呀，我们最近有点困难呐，那只要川普打电话给习近平就解决了，习近平怎么可能跟川普谈贸易啦？怎么可能嘛？来请教吴老师。这一次这个法案的一个问题就是川普援引这个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啦 ，IEEPA 啦 ，IEPA。那当然这个法案是从这1977年我们讲的紧急法案中间确立出来的。1977年通过的是这个所谓的国家紧急法。那依据国家紧急法这个母法呢，1976年国家紧急法，1977年才有这个 IEEPA。那 IEEPA 基本上就是总统有这个权利绕过国会如果面对有来自于危害国家安全的任何的所谓的贸易或经济行为甚至外交行为，总统他可以进行所谓的贸易的一些法案的制定，包括关税，因为一般关税是美国国会他去制定的，但是总统可以说我们现在就遇到重大的危机我要用这个 IEPA 来进行关税的惩罚。那这一次这个贸易法庭就说，你告诉我什么叫做威胁你不能说你这有外面的威胁你就随便用这个，然后对各个国家科10% 的基本关税跟对特定国家的关税，它争点在这个。那当然这个现在在走这个法律诉讼程序，最主要就打的就是 IEPA。那接下来如果到了最高法院，如果川普认输那当然他还有其他法宝。第一个法宝他们可能会用的是所谓的依据1962年贸易扩张法案的第232条款这232条款我们大家以前都耳熟能详，包括川普 1.0 的时候，他在2018年对铝铁课征这个关税，他就依据这个232条款。232条款它比较是针对个别的货品跟项目，然后对于所谓的有这个不公平贸易行为川普可以或者美国总统可以用这个关税来打这个关税战。所以我觉得川普这次他就是用 IEPA 做个先行全面的全部来要关税。假如他在这个 IEPA 上面输了，或者我们讲的法院的这个争讼输了，他退而求其次会到用这个1962年的贸易扩张法案232条款。那232条款就像讲的钢铁、铝、汽车，它这些都会用基本上都会用。那对台湾来讲，我们就是所谓的晶片，我们的晶圆我们的一些工具机甚至药品。都会被他列为说对于美国的这个经贸有威胁，然后进入232条一样，它也可以扣你税。只是 IEPA 这个是从我们的这个商务部，然后232他们的执行机构是我们的贸易谈判代表署，它这个不一样，法条不一样，所以川普玩这个法条玩得非常厉害。他最主要我们还是要回到讲的就是他要重塑美国的所谓的金融霸权的一个稳定性，跟他不想负担那么多国际责任。毕竟他的经贸这个大顾问米兰在他的手册里面讲的嘛，为什么要用关税？关税是手段关税不是最终虽然我们可以赚一点关税的钱，但是他要做的就是过去2战之后，美国不仅在安全在经贸上也负担太多所谓的国际道义责任。美国的霸权他塑造这所谓霸权的阶层主义，带给了许多国家好处，但是没有带给美国任何好处，反而他付出了很多。所以这一次的关税战的背后的隐藏点是：第一个，我要你们停止操纵汇率；第二个，我们贸易要准入，我们可以卖东西给你；最重要的是，我们美国的霸权，我们要巩固的霸权，我们不要给你太多公共财我不要让这个国家我们讲 free rider 搭便车搭美国的便车，这个是这一次川普2.0关税战的后面的深层意义在这里面。好，来请教将军。这个其实中国大陆绝对不会跟你妥协了，为什么呢？刚刚郑亮讲的这个丙烷，我可以跟阿拉伯买，但是中国的稀土你找地方一下子买不到，你至少5年到8年你不可能获得稀土，那这5到8年你美国的军工复合体还能混吗？1800多种武器都必须要稀土，那你现在还要搞6代机，还要搞航母，还要搞潜艇。你哪样不需要？所以中国大陆的态度一定会硬嘛。我有你非要但是你要不到的东西，
你限制我的，我可以到全世界到处买。所以中国大陆的态度，我都怀疑习近平会不会接你电话。贝森特讲这个话，我们早就意料之中，因为上次那90天是为了解决他货架上货物没有的危机，但是真正要谈到关税，说第二轮里面中国不让步，你怎么让？而且日本也在给你拖，所以美国这个关税政策再加上它内部的问题，虽然你到 Supreme Court 到最高法院，那些大法官可能会让你过，因为他们通通比较偏向于行政单位，而且大法官里面川普掌握的人数比较多，所以刚刚也讲了，还有其他的手段，所以关税战不会一下子完。但是美国现在问题是身上全身的病都在一起要发了，外债要发了，通货膨胀要发了，地方法院要跟你闹了，这个美国的金融美元这些诸病都在一起发。我们在医院里面，很多病人死亡就是并发症嘛，这个并发症搞起来不好搞啊，对不对？所以问题这个川普要打这个关税战啊，看来前途不远，最起码人家会对你这个国家可不可靠，这个信心是已经荡然无存，连法院都判你是违法，你还在这样搞，所以我讲会引起怎么样全面性的投资会停滞，谁还敢在你美国开厂？谁还敢在做其他的贸易不受你美国影响？你常被管辖还不准人家卖，哎。买卖是个人的自由，你不愿意买，你不买嘛？你怎么可以别的国家也不准他卖给中国大陆呢？所以这种事啊，叫横蛮不讲理啊！这个不要什么复杂的经济学的基础，就感觉你这样做是不对的，没办法认同。是，所以这个问题，川普能不能赢得美国的信心有问题啊？他的这个最基本盘的那些铁锈州都会受到影响，所以。川普我可以讲是诸病齐发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我们看这个美国联邦法院呢，也针对了这个哈佛，就是现在川普跟哈佛之间的这个禁收外籍学生的禁令哦，他也出手来阻止啦，又在打脸川普哦。美国的波士顿联邦法院呢，他们就宣布将要延长川普政府撤销哈佛认证的这个临时限制令，直到可以由正式初步禁制令来取代。那现在看起来，美国国土安全部哦，也已经在28号的时候向哈佛大学发出了意向通知，将会暂缓撤销该校招生外国学生的认证哦，改为给予哈佛30天就这个川普政府的政策提出异议啊，所以也看起来出现了一些变化。那所以现在可能哈佛学生要再观望一下哦。不过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说，我们这么做其实是因为有很多中国大陆的学生呢，是想要来窃取我们的这些美国的科技啊、智慧财产权哦，所以我们绝对不容许这件事情，所以才会拿中国的学生签证来开刀。那卢比奥也在讲说我们要撤销的就是针对你们可能是跟中国共产党有所关联的中国学生，那这个相关的一些撤销动作，就是主要就是因为基于这些关键领域来做的一些措施。那国务院也会修改这个申请签证的条件，来加强审查。就接下来如果还有来自中国大陆跟香港的一些签证申请哦，他们都说要从严来进行这样的审查。那再来看看。就是川普杠上哈佛，但是呢，他的其实大而美的这个减税政策倒也使得他的兄弟
马斯克要离开了。马斯克说他没有办法认同这件事情哦，所以他就已经说要就是等于说提出了辞呈。那白宫也证实了吧？川普也 po 文哦，就说将会跟马斯克在5月30号下午一起举行记者会，还说得很感性哦，说他会与我们永远同在哦。他说这会是他最后一天，但也不算是啊，因为接下来他们还是会在一起。但是说起来是这样说啊，又夸马斯克最棒，可是恐怕两个人的现在目前的关系啊，是已经不再像过去那般了。那马斯克还提到了，就说其实呢，说是要替政府来省一些支出哦，但是现在看起来削减了12%，也就是削减了26万人。但是呢，与此同时，Doge在推进过程也是遇到了重重阻力嘛。比方说，可能会付上更大的代价，因为呢，削减了这些或是解散了这些机构呢，他们现在。削减反而造成了一些采购延误啊，成本上升，导致科技跟科研人才的流失，那个代价恐怕更难以计算。那还有呢，就说这两个人出现嫌隙，也跟川普的中东行有关哦。因为这次呢，奥特曼去到了这个 OpenAI 执行长，这个奥特曼啊，他去到了中东，然后赢得了 AI 大单，据说。马斯克很眼红啊，很不开心这件事情哦，所以可能也是因此把这个川普的这个Doge的这件事情，就是让他们两个人的感情更加生变、更快速的一个原因之一啊。那还有呢，这个美国现在要拦阻中国大陆的科技嘛？现在这一把刀又挥向哪？挥向了 C919哦，因为他们说现在要暂停向中国商飞出售引擎的技术，哪怕呢过去有一些许可证哦，比方产品技术的许可证。但是现在要喊卡这个部分啊，所以又开始了，就是又更扩大其他层面的一些较劲哦。那辉达不是要到上海去设厂吗？现在美国参议员又在讲说，会不会又把这个技术外流啊？这个不准许这样的安全上面的疑虑哦。那辉达是讲说没有，我们只是租了一个新办公室哦，不涉及到这个技术转移。可是呢，他们现在已经开始绘声绘影了，就讲说你这是不是要帮助中共 AI 发展呢？又要开始给辉达扣红帽子哦。那黄仁勋在受访时候表示呢，如果美国希望成为 AI 领域的全球领导者，你跟中国的贸易是绝对必要的。辉达也会持续跟川普政府保持对话，所以现在看起来是美国 AI 跟中国 AI 之战吗？那这个中美两国在 AI 领域的发展呢，其实已经形成一种复杂而且充满张力的态势。在这种竞争合作关系当中到底谁才会塑造未来的 AI 格局？现在看起来就是一个中美之间的博弈啊，科技博弈。那我们先来问一下亮哥，我觉得即使法院给哈佛学生30天啊，那没有人会这样玩自己的学业，这个入学赌自己的这个学业。对啊，你到美国，然后又发生逼你转学，所以我现在目前的了解啊，是大陆很多学生都要转学，可是这里又有一个麻烦，因为就怕川普还没完，可能不是只有哈佛，那你转学的学校，搞不好又成为下一个目标，你知道吧？除非你离开美国啊。而且卢比奥那一招是非常凶狠的，他说只要中国学生有跟共产党相关的活动，那还有一些敏感的领域，那一定都是理工科嘛，医学院嘛，可是坦白说，我自己是工学院出身啊，那个领域真的很难画了。我举例啊，比如说我以前是念机械工程的，机械工程有个领域叫材料科学，材料科学一定有敏感地带嘛，一定有。那你可不可以念机械系？你知道我的意思？对，就是不是像你这样讲的嘛，那当然，你如果到博士班，你可以说哪些领域不可以让中国学生来碰啊？可是我跟你讲，灰色地带极多了，对，因为很多学问会互跨嘛，跨领域，所以我就觉得卢比奥讲这个就是又再次展现他的无知了，可是没有办法，你这样定规则啊，那就据我了解，目前很多中国学生在排美国驻中国的大使馆啊，可是新的 interview 全部停止。那之前有人 interview 已经过了，已经拿到 I-20 了，可是你敢去吗？
现在就会变成这样啊。所以我觉得卢比奥这招真的非常凶狠哦，就是新的 interview 全部停止，对中国的留学生，这不是只有哈佛啊，这是全部啊。所以我觉得，看一看，我看中国学生就不要去美国好了，风险太多了。而且我去注意美国那个国土安全部发给哈佛的函啊，它的日期是到2028年就是川普的任期啊。所以不是现在啊，是从现在开始到2028年1月20号。所以我是觉得，我看最好不要碰。只要川普在，就没完没了了。对啊，因为他可能还不服输啊，继续搞你啊。哪一天又想到什么？那行政措施手段实在太多了啦。那至于马斯克我觉得马斯克这个很可能就是川普贸易战的结果了。马斯克号称要3、2兆，最后有人估最多只有1600亿，9% 不到10%。所以你就看马斯克，大家如果回忆一下嘛，马斯克接这个政府效率部，你看他连续吹牛大概2个月到3个月，那大家都以为他成果丰硕后来是减个0啊。我觉得川普贸易战的结果很可能也是这样。他号称1年可以赚6000亿，可能就是600亿了，那就是白搞了嘛。因为你造成金融市场的不确定，造成美国供应链的混乱，完全不划算。所以我觉得这个他们2个人就是凸显出对实际掌管事务的不熟悉了，那就造成了美国。我坦白讲，我真的觉得自残是最好的形容啊，真的是自残嘛！你搞到美国联邦政府。很多标案都不能动啊。对。然后现在联邦政府大概有人说是26万，有人说至少20万就被 fire 嘛。可是坦白说，政府上班很多经验是累积的啦。对。而且这里面还一大堆 FBI、CIA， 你还不知道他们会干嘛嘞。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后续衍生的伤害，我看会蛮多的，难以估算了。那至于中国大陆，我觉得黄仁勋真的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啦。我认为他在上海成立研发中心，即使只是一个 building 我看是没完没了。好，请教吴老师。这一次川普哈佛之乱我们看得出来，它其实是一个有系统性的。它不是川普想到就做的这也是有根深蒂固的来源。为什么我要这样讲？他一开始讲说，你们哈佛在支持巴勒斯坦反犹这是他第一个借口。后来又升级到什么？外国学生太多，我给你们的钱都去给外国学生。接下来呢，中国学生太多，你们在做机密军事，一直转焦点，一直把这个焦点不断的在扩大。它背后的一个概念就是美国再伟大 ，mega。为什么？因为过去美国的高等教育被人家诟病是。你太多的外国学生，高阶的人从外面进来，抢了我们本地人就学的机会。举个例，之前哈佛被扣了他们的研究经费，川普把研究经费扣下来，扣了30亿，他转去给地方的科技学院了。他觉得我们付那么多钱，川普也讲了，我付那么多钱，我们培养这么多外国学生，好，你们后来就回去了。那个发言人说，水电工更重要。对，水电工重要你们这些国外学生不重要我们要照顾本地的学生重要。为什么？因为哈佛过去很多，我告诉各位，亚洲学生亚裔很会考 SAT 对，哈佛平均的 SAT 成绩是1460分到1580分，扣20分而已满分1600大家很会，亚洲学生很会考试，亚裔很会考试，所以美国国内会有反弹，说我们怎么会变成这样？这些人就是支持川普，我们讲。Mega 的一些非常始终的分子，所以他们这个根深蒂固是他们希望东西要留在美国，把资源还给所谓的他们本地人。这上面概念是这样子，所以川普就讲了，哈佛你最多就15%外国人，你现在27%，我不管你31%、27%都太高了。这个概念我们要知道他想做什么。哥伦比亚40%，哥伦比亚40%，所以接下来哥大、Duke 很多学校都会面临到国际学生问题。好，第二个，那我们要怎么看这个问题是？他们之前从 Savvy System 就是 I-20，你有一个码，
那个码是国土安全部控制的，是 SEVP 那个办公室控制的。他把你关起来之后，你 I-20 发不出去，I-20 发不出去，你在台湾拿 I-20，你要去面试，申请面试，没辙。好，法院立刻说你不能这样做，马州法院说你不能扣人家的 safety system。结果 Rubio 说什么？你不行吗？我直接把国务院的学生签证关起来，我不让你去 interview。就算你拿到 I-20， 你也不能去 interview。重点来了 ，Duke 这几天发了一个新闻哈，我很快讲一下。Duke 告诉他们，今年要入申请的学生是面对签证暂停，第一个，如果你预约成功的，你不会有影响，赶快去面试，因为我们知道美国的那个各地方驻那个我们讲 AIT 以 AIT 来讲，它的线上不是每天都有面试，它可能就五个早上你要去抢，如果预约成功了，赶快面试。第二个，如果你有 I-20， 你到 I-20 还没面试的，赶快去按，如果被关起来，你就等到什么？他打开系统，问题是这个等不到。好，再来，如果你还在等我们的 I-20 的，对不起，请继续等，因为 Norm 那个南达科他州州长，现在国土安全部长，他直接把你扣下来，他根本发不了 I-20 给你。好，所以 Duke 已经告诉他的学生了，这是我看到了，杜克大学今年给今年入学的新生，我告诉你，所有美国的大学他们在做同样的事情，他们的国际学生今年会遇到很大的麻烦，更不用讲哈佛的这些学生，在面对转学、境内转学，或者是直接换国家，或者回母国之间，他们这2-3个月要做出非常大的变动。我觉得这是对美国留学生今年真的是风雨欲来、灾难的一年。好，来问将军。我觉得他这个对外籍学生不是全面的，他是慢慢走上针对性，就是中国学生。你信不信那个什么西班牙公主她会去进吗？不会的。他这个东西啊，他的论调你看啊，哈佛培养的都是外国学生，让美国学生丧失了读哈佛的机会。第二个，给哈佛这个经费给寄宿学校，因为美国要制造业再恢复嘛，他的一般的工人一般的水准不够嘛，这个也迎合一般美国老百姓的想法嘛。为什么我们制造业不行？你的工人技术不行嘛？所以他把支援大学的经费去支援技术学校，所以才会刚刚讲有水电工的这个笑话出来嘛。因为也是他所谓他的一套逻辑嘛。我与其供给外国学生，尤其供给中国大陆学生去发展他的科技，压倒我弯道超车给我，不如我把这个钱弄下来，培养自己寄宿学校的学生。你不要讲川普，他有他那一套的想法，但做起来很粗糙，让全世界都觉得很不安，因为你有点刨根的行动。你美国之所以伟大，是当年多少每个国家的精英学生到你这边就学，在你这边就业，帮你创造些多少科技也好、经济也好的繁荣的景象。今天你回过头来，把这条路给它断了。我跟你讲，美国普通的小学、中学，那数学跟语文能力都输给亚裔学生了，这个已经是很普遍了。你看，随便台湾去的也好，各地去的中国学生，数学比赛什么比赛，常常都是拿第一的。所以这也造成他社会上有这个想法，他有这个做法。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州忙回来。好，印度的自信啊，全球都感受到了，因为他们现在的代表团呢，在南非表示呢，这个世界的和平啊，是来自于印度啊，所以是印度引领了全球的和平。这是他们的议员呢，去到了南非这边啊，讲到啦，讲说我们与南非有深厚的友谊哦，印度对世界任何地方发生任何这类事情呢，都是非常的敏感的。如果印度愿意提供帮助呢，那我们都是非常乐意的，因为这个印度始终引领着全球的和平行动。那既然那么和平，怎么还会有新杜尔行动呢？就不是很知道。因为他说，他是要打击这个恐怖主义，所以这是他们的一个坚定的立场啊。莫迪他就引用了这个西孟加拉邦的文化象征哦，还有这个沙克蒂精神。他说，这是14亿印度人民的集体宣言，印度是不会容忍恐怖行为的。那所以印度的一些报道就讲说，这个印度现在是怎么样把这个跟
巴基斯坦的停火描绘成一场胜利呢？你看到莫迪穿的这样子印度的空军战斗机飞行员的照片的这一张图现在在全印度流传所以印度人民党加紧努力塑造说他是带来胜利的有活力的领导人，而且呢他还有这个更接地气的，就是他其实还走向人群在新杜尔行动之后呢，他们也在这个上了街头，然后接受支持者的这个夹道欢迎那莫迪也向支持者挥手致意因为这是他们的一个大胜利、大成功，这10天必须得要好好的庆祝那印度的防长甚至还说，他们本来可以做得更多的，就是赢得更厉害，赢到麻。那但是要保持克制，所以这个新杜尔行动呢，是使用印度系统来证明印度是有能力穿透敌人的任何装甲呀。那这个是印度对自己内部的一个说话，但是对外部呢，还是要放狠话比方说，印度现在好像把矛头都指向了中国大陆因为到底是赢是输，印度可能心里面也很清楚。那他们觉得说，中国大陆怎么去帮了巴基斯坦呢？现在在处处针对着中国大陆比方说讲到了中国，这个莫迪还用嘲讽的语气来讲，我们来听一下。कोई विदेशी चीज का उपयोग नहीं करेंगे। हम गांव-गांव व्यापारियों को शपथ दिलवाएं, व्यापारियों का कितना ही मुनाफा क्यों ना हो, आप विदेशी माल नहीं बेचोगे। लेकिन दुर्भाग्य देखिए, गणेश जी भी विदेश से आ जाते हैं, छोटी आंख वाले गणेश जी आएंगे, गणेश जी की आंख भी नहीं खुल रही है।对，还用这种小眼睛来做嘲讽所以也使得很多大陆的网民看到这种说法非常不以为然。那还有呢，美国的军事专家在讲这个印度是赢得了科技战，巴基斯坦作为中国的代理人是失败了，竟然也配合着印度一起说这样子的一个大胜利的论调那他说，印度不仅在巴基斯坦的军事冲突中取胜，还在科技战当中赢了胜利。我们都以为是美国在跟中国打科技战，结果美国认为是印度跟中国打科技战，印度还取得了胜利，这世界到底怎么了？那再来，我们看到印度的媒体最近他们就一直找这个高志凯嘛，去上节目。阿纳布我们节目之前也常使用那结果高志凯辩才无碍，把这个阿纳布搞得破防了。最后他怎么样来收尾呢？我们来看看。Let me just tell you one thing. See, you're getting emotional about this. Answer his question on the fallibility of the systems. No, you will never. Victor, do you want to answer his question which he raised here about the fact that your systems failed? Did your systems fail because they were flawed? Or did they fail because the Pakistanis didn't know how to use them? Yeah, sir. Do you want me I'm to not a general, restate sir. Yeah, what thank I you. said? For that aerial combat between India and Pakistan, there is only one country which lost, and it is not Pakistan. Well, I tell you this. I tell you this, sir. Victor, I'll tell you this. You're a nice person, but you don't have your strengths in military issues. 对，最后就直接就说，那你不是军事专家，那可妙了。那人家不是专家，你邀人家来干嘛？来连线做什么嘞？你又说不过人家说那你不是军事专家，所以就是对，这就是印度。好，再来，法国的媒体讲说，他们接下来要斥资17亿美元来改造空军基地，然后就说要部署可以携带核武的标风战机他们现在也是不是有一种就是要赶紧就是要把这个标风的荣耀找回来不然这次真的是被印度给害惨了。所以标风，法国现在必须要让标风再次伟大，然后所以他们现在要赶快进行一系列的现代化的改造。那印巴冲突其实让这个歼十真的是在全球都吸引了非常多的目光大陆的国防部现在就是呼吁说，希望印巴双方冷静你们是搬不走的邻居要继续这个维护和平那中方也愿意继续来帮助来稳定，这样发挥这个稳定的作用。不过歼十呢，在这个大陆内部当然现在也变成红红火火歼十的总师这个王海峰，他回到了母校去这个演讲，哇，变成了偶
偶像见面，小型签名会，签名签不完呢，还笑着求饶哦。但是同学们哦，人手一机，拿着这个歼10的模型机排队要等他签名留念哦。所以现在看起来，他就讲啊，他就说这个其实是来自前辈留下来的这个成果，我们只是延续着而已。那我们先来请教一下亮哥。莫迪一系列的行动都像是大内宣啊，在召集自己的选民出来做精神的打气动员啊。这个 First Post 的这个印度这个电视，那个就是那位女士嘛，那个贾康姐，贾康姐就是节目主持人，是。那一台跟三明治是差不多的啦，所以我当然可以理解啦。这个《自由时报》也登过美国的军事专家的文章啊，都相当与众不同啊，所以这也不意外啦。他这个就是在做内部的安抚动作，因为他就是印度教的民族主义嘛。那如果站在这个立场上，那我们竟然会输给穆斯林的小国巴基斯坦，太丢人。他的统治正当性几乎就崩溃了啦，这个就是事实的状况啊。你如果认为你没有你没有这个巴基斯坦没有赢，那你的飞机可以再起飞啊。那可是人家没有侦测到印度的飞机继续去克什米尔那一带，来发那个耀武扬威嘛，没有看到啊。现在只看到地面的。你如果认为你是打赢了，你为什么会害怕成这样？我现在的状况就是这样，就是印度不敢再空战，那巴基斯坦是不想再打，所以就是你现在看到的状况嘛，就是你看他讲一大堆巴基斯坦都没有理他啦，因为不知道你是要干嘛，你是要搞多久啦？2个礼拜多了，你5月7号就发生的，还没从伤还痛没完呢，走出来，今天已经5月30了，对不对？不过印度国家很大啦，那可能很多地方都要跑啊，都要有那个精神动员的群众造势，可能行程还没跑完呢，因为国家很大，可是就是我认为对他的统治正当性伤害真的很大，所以他就必须要一直否认这件事。可是坦白说，这个英文的媒体已经很多都报道了啦，对，而且连法国都承认有这么件事他只是解释原因，他又说是印度飞行员素质太差，所以法国也在骂你。所以现在法国很急，要赶快自己是啊，他表示出了问题嘛，比如说印尼现在就要减量嘛，他本来有承诺要买正风啊，对啊，那现在就觉得我不要买那么多吧，就有点这个味道，所以我觉得国际的舆论，我认为没有人站在印度那边啊，我讲的是军事的部分，没有。好，来请教一下将军。这个印度的阿 Q 十的胜利啊，已经闹全世界笑话。美国这个空军上校，那也不是阿 Q 的阿 Q 嘛，因为印度的科技都打赢中国，那美国的科技不是更赢了吗？就这种，这种还有啊，印度的宣讲团跑到南非，印度还代表是引领全世界的和平。对，你那90几架飞机起来正在天上玩的，就被人家打了，所以战争就打不下去了。就这种方式来引领全世界和平，一天停战。我到每个地方都去挨打，所以战争就不会加大。所以这个话，你看那个法国更有意思了，他把这个标风战机啊，装核子弹的设备啊，弄到机场去。他什么意思呢？我标风是高级货，不跟你打那么低强度的战争啊！我要打的就是带核子武器的，危机处理。他是扮演这么一个角色了。你看，全欧洲能够有空中核子反击的，就是我标风嘛。我的重点在这里啊，哪里参加你那种小孩玩大车的那种游戏了？是这个味道了。这种这个政治人物啊，真是。他脸可以完全不要，随便他说就是了。我们看真相嘛。那你号称
印巴两个加起来100多架飞机，难道都在天上各自在自己来训练自己吗？还是在那里巡逻吗？对不对？这个东西我不晓得你莫迪怎么去讲。假定印度哪个250突然问一下，报告总统，我们起来那90架飞机是怎么回事啊？来玩的，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你根本就不谈空战嘛。所以这个问题啊，印度的笑话我们只能看看了。这个，我觉得真正受伤的是法国了，因为真的，因为整个欧盟都认为把标风当为他们未来的这个主力机种，下神坛了。那这一下这个颜面尽失啊，那个瑞典的阿坝 AB 那些私纠飞机可能就会取而代之哦。这个对法国影响太大。对，最大的利空啊，对于标风来说，来问一下吴老师，这个歼10，我记得没错，2005年服役嘛，那研发更早，1986年、87年就开始研发了，花了10多年、12年才开始量产，05年服役，现在都20年。所以它是第4代战机。坦白讲，歼20是更强，那歼10都已经是上一代产品。巴基斯坦把它用得这么淋漓尽致哈。我觉得不简单，不简单。对，也替中国空军打了一个很大的知名度。小兵立大功。小兵立大功，让这个第4代战机也开出这么亮眼的成绩，真的不容易。那其实巴基斯坦跟印度，我们讲这个相邻的国家哈，特别像这个解放军的发言人这个张小刚也讲了，或者你是邻居搬不走的啊，邻居是最容易发生一些问题。我们在讨论国际冲突的时候，通常你领土相邻或者是有领土纠纷的国家，很容易我们讲进入到冲突，然后再迈向战争。印度巴基斯坦就是这样子啊。他们过去历史上也打了3次了，主要的对47年开始第1次，71年的时候打了第3次啊。所以印度巴基斯坦那这2个国家因为领土的问题陆续打了这么多战争，这一次又有一个空战，所以代表说什么？第一个，这2个国家之间虽然他们的体制不太相同，印度我们勉强讲它是个民主国家以西方的这个定义来看，那巴基斯坦的政治相对于我们讲军政府不断的在干预所以它的民主指数相对低啦。如果你用 Freedom House 的指数看，它现在是 partially free， 就是简单讲，这不是完全民主的国家，是半民主国家。那这样子的配对，坦白来讲，它是一个非常危险的配对。简单来讲，就是一个民主，一个半民主，打得会很凶啊。但他们之间会打一打停一停，打一打停一停我觉得他们还是有一些考量跟他们的节制在那嘛。当然，两边的核武问题也好，还有饮水问题，我要特别讲的，2个相邻的国家，他们还有用水的问题，所以他们在1960年代签了一个印度河流域的印度河的条约嘛。简单来讲，印度可以把你他们有6条河6条河从这样流过来进入到巴基斯坦境内。他们讲说，那每个国家控制3条。所以巴基斯坦控制上面的，我们讲左边的3条，印度控制右边的3条。那其实印度可以把6条河的上游都把它关起来，都不让你用任何水，因为那6条河的水是从印度这样流到巴基斯坦的，所以印度可以把你全部弄下来，不让你有任何水用。问题是这2国这样关系会非常差嘛？所以因为用水的问题也会造成冲突所以他们在60年代就签了这个印度河的这个条约。那这一次莫迪也讲了，你们为什么会打仗？是你们先用恐怖攻击啊！巴基斯坦，如果你不好好处理，我现在连印度河的水都不让你用最主要那条印度河嘛，我的那条水不能让你用问题是，如果是真的这样下去，两边的恩怨，两边的这个仇恨会继续加深战争可能会更多，不断一直来这也是我们讲南亚也是很麻烦的地区在这里面，他们有领土的